哎，我没当过兵啊。别上了，你会告诉什么用啊？行了，老板，差不多得了，你别买好件了，你别1000了，300块钱。给800啊，800 800块钱，真是这800最低了。这不这是啥呀？这边上镶的6斤6斤呐。这珠子年份也不算太大，小年份。这叫什么天珠？什么天珠？啊？你也不知道几眼呐？这得查呀。这可多了，这他妈12眼都不止。啊？行了，这350行了，就350吧，得了，啊，完我也挣点，350，谁要就400就完事了，咱也不磨叽，我给粉丝放漏，就400，谁买谁合适，这他妈的绝对是漏。行了，就这么地啊，我给你转钱，350啊，快乐收藏，收藏快乐啊，我是爱收藏的老王。大家好啊，圣经淘宝日记啊，我是老王，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的。这个珠子啊，这个是天珠啊，非常漂亮啊，它这个皮壳包浆是非常好的啊。然后两头应该是银6金啊，银6金。保守说啊，我瞅它这个金子呀，它这个还真像是这个颜色呀，它有点真像是那种不像溜的啊。但是咱也别说那么啥，因为这东西咱们有时候话吧不敢说那么实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咱就大银6金啊，所以说这个还是不错的，这珠品相确实不错啊，真好看，特别漂亮啊。这也是捡个小漏啊，这东西绝对是个小漏。这老板这手里头肯定是缺钱的，你知道不？不得这珠咱说2000、3000、几千的东西，绝对是几千的东西，太漂亮了。一个和田玉的啊，和田玉的一个呱呱来财啊，这玉质相当不错了啊，比较白啊，然后这种玉花也能看着了啊，这种能看着玉花的不是啥坏事啊，证明这玉质没啥问题啊。一种也有看不着玉花的，看不着玉花的有一种可能是玉质相当好，特别好，但也有可能就不是玉的啊，也有那种可能，但是那种还是咱们瞅它还是假啊，也是能看出来的啊。这个玉质不错啊，光气油性都不错啊。一个老玛瑙的啊，一个玛瑙的一个线珠啊。这个是老干青啊，翡翠的老干青啊，这3个珠子都比较相近啊，但是都不一样的啊。这个是绿松石啊，原矿的绿松石。然后这个是玛瑙的，这玛瑙天珠，玛瑙珠啊，然后还带点绿啊，这个玛瑙珠还不错啊，还挺好看的啊。它们几个尺寸都差不多啊，基本上都是2.0左右啊。一个籽料的啊，这是和田玉籽料啊，一个磁龙币啊，也是一个大年份的话，基本在清早期左右啊。那边是云纹啊，非常漂亮啊。这是老玛瑙的啊，这是老的玛瑙，非常老气啊。你看它这个特别温润啊，然后这个磨痕的使用痕迹也都是非常明显的啊。这个勒着啊，这种是大年份的啊。一个酒红玛瑙的一个小扁形珠啊。小葫芦啊，2个老玉的啊，基本就是地方玉了啊。一个小万字符的小天珠啊。这2个是天河石的啊，天河石的2个小乌龟啊，然后都是带这种孔的啊，可以穿到手串里。玛瑙的啊，玛瑙的一个小背云呗，这是一个小偏幅啊。这有要的就送给新来的粉丝吧，给老王点免费的关注就行啊，然后可以在那个评论区打上我想要啊，或者是主页私信啊都可以，就得先到先得了啊。这是玛瑙的原石啊，一个原石的一个如意，然后这边是个佛啊，手把件啊。
这是一个辽金的一个带川啊，龙兽面啊，红山的一个小人儿啊，小玉贵人。这颗珠子也是老的啊，这颗珠子也是年份好啊，皮革包浆特别漂亮啊。这两颗是碧玉的啊，新疆碧玉啊，新疆碧玉的小罗汉头啊，也是有天地孔啊，当配珠可以啊。两个小钢宝啊，和田玉的啊。一个骨头的啊，一个骨头的，这镶嵌的这是银子啊，中间是铜啊，它是一个大的粗的一个勒着啊。一个红山的啊，这个材质啊非常特殊啊，这个材质很少见啊，一个小猪笼啊。它这里头好像有某种金属啊，你看它这个亮晶晶的地方啊，金的乎的，像有一种含金属。一个大的一个那个，这是一个大玉璧啊，圆形的，带镂空的啊，非常大啊。两面的双鱼啊，这是莲花和鱼啊，连年有余。一个和田玉的瓷龙的脚杯啊。一个和田老玉的一个寿星老啊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早期啊，或者是明代左右啊，这也非常老的一个玉啊，雕工还是不错的啊。一个青花釉里红啊，一个小缸也行啊，一个小瓷的，它应该是个小笔筒啊，然后康熙年制的款啊。一个象的啊，大象骨头啊，你看这个特别细啊，它这骨头特别细，然后这块能看出骨头的那种蜂窝结构啊，而这边雕的是松树啊，松下老人应该是啊，代表一个长寿题材的啊，它也是一个小笔筒啊，也能放几个笔啊，这也没有问题啊。一个瓷龙的一个出阔臂啊。这个后边然后带这个龙，也是龙啊，龙和凤啊，这两个是龙，这是凤啊，龙凤呈祥啊，这个弓还是挺厉害的啊。一个明代的啊，明代的一个将军扣啊，也是一个瓷龙啊，也是和田的唐白两色的料子啊。一个中古的啊，一个小卷尾龙啊。这是一个藏传的啊，小嘎咕盒，然后上面这是琥珀啊，镶嵌的啊，这个非常老气了啊，有点小的破损啊。一个翡翠的干青啊，一个干青的一个扳子啊。这是一个小兽啊，一个明代的一个小兽啊，带点这个小水银器啊。这玉质非常好，油性特别大啊。翡翠的啊，翡翠的一个小猴子啊。这个中间也是带孔的啊。一个兽面纹的一个玉璧啊，一个中古的啊。这是老银子的一个瓷莲的铜纸啊，清代啊。这个手头还比较重啊，而且它这个是清代有那种烤蓝的工艺啊。一个水晶珠啊，上面也是带这种钢毛文字的啊。一个椭圆形的一个玉璧啊，上面都是这种云纹啊，然后水银器啊。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堂的一个小玉贵人啊，上面有的是带漆啊，它这种漆的颜色啊，就瞅着就比较老啊，因为这种都是矿物质颜料研磨的啊。然后一个青金石的一个小带穿啊。这也是一个清代的啊，这个紫红铜啊，非常老气。
一个战汉的一个小玉贵人啊，一个那个佛头啊，辽金的一个佛头。底下可以搁木头啊，或者是搁泥呀、做一个底座啊，然后再干了之后再喷点漆什么的都行啊。这个还是开点特别好啊。一个小瑞兽啊，和田白玉的小瑞兽啊。一个驰龙臂啊，底下是驰龙，这个是龙龟，上面是一个瑞兽啊，后边是2个凤啊。一个琉璃的啊，一个琉璃的一个铜纸的小扳子啊。一个铜的啊，这个是上面全是外国字啊，这个有点年份啊，应该是创汇期左右的啊。一个宋元左右的啊，也是一个磁龙的鸡心配啊，它这形状是一个鸡心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龙啊，它这弓痕呢比较老啊，然后它这个有点灰皮啊。一个圆形币啊，这个基本上也是明代左右啊。几个小兽啊，小瑞兽啊，然后一个小手把件啊，这个也非常老气啊。这个玉质非常老，然后弓痕也非常老啊。这几个小瑞兽还是比较可爱的啊。这个是那个长鼻子海里的啊，然后是一个小切片啊，这中间是脑啊，这个眼色这种咱们就叫秋蕨啊。一个那个和田玉的啊，一个小玉人啊，一个清早期的一个小玉人啊，玉贵人。这个是碧玉的啊，碧玉的一个龙啊，然后一个花生，还有一串钱儿啊。用现代的解读就是生意兴隆啊，但应该不是这么解读的啊，因为这很早就有这个题材的。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兽面啊，一个兽面的一个大带川啊。一个玛瑙的啊，玛瑙的一个大籽料啊，这是一个大原石啊，皮壳的非常好啊。一个籽料的和田青玉籽料啊，然后一个老虎俏色的老虎啊，一个大牌子啊。蚕丝啊，蚕丝玛瑙的线珠啊，蓝色的啊，这个也是一个线珠啊，都是老的啊。一个火供的天珠啊。这是羚羊角啊，羚羊角的珠子啊。2.9啊。这个是一个天珠，一个大珠子，就是玛瑙线珠了啊，它不是很圆啊。那它这个有点糖性啊，就所谓的糖珠啊，有点那个性质啊。和田青玉的籽料啊，一个小块啊，然后用银子包裹的啊，是一个吊坠的。一个玉的一个面具啊，这非常老，这地方是受沁啊，它是属于受沁。一个猪笼啊，这个皮革包浆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这个猪笼。这个造型也是比较特殊啊。一个巧耳炉啊，它这个主要厉害就是这个弓啊，都是龙纹篆刻啊，手工篆刻的啊。它一边是一条龙啊，首尾相连啊，然后底下款也是篆刻的款，皮革包浆都非常好，这手头也是特别重啊。包括这上面这都是纹饰啊，都是纹饰，它这个都是一体，都是用好像那种什么工艺啊，都是手工的，感觉都像手工的活啊。一个黑檀木的啊，黑檀木的一个小箱子啊，这个装点啥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咱们装点啥这个是还是比较大的啊。
这个尺寸的话，基本上啊，正线是22，22的话13，这样是9啊。不会的啊，这是年份没啥大年份啊，没有几年的功夫。这个是一个孙悟空嘛，都认得是啊。但是这后边就是个鹅卵石啊，材质不出奇啊，就是这个画工是没有一定功底是画不出来的啊。然后今天东西就这么多啊，喜欢老王的还是给老王点点免费的关注啊，咱们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，长按点赞3秒那种。然后谢谢大家啊，我们下期再见啊。